家好，我是苏瑞哲。今天要讲的是关于 AC/DC Power Converter 的部分。这边是我的 outline。首先会先介绍一下 AC/DC Converter 的由来，还有其中一种低功率设计中受欢迎的架构 Flyback Converter。接着会讲到它的一些基本操作，还有一些常见的设计架构，以及设计当中会需要考虑到的功率损失部分。首先讲到 Introduction 的部分，在这个部分会先讲解能量由列能的单元转换至后端应用的流程，还有 AC/DC Converter 存在的必要性。再来会简单的说一下 AC/DC Converter 当中低功率设计常见的 Flyback Converter 一些简单的概念。下面这张图简单的展示了能量转换中的参与成员，一共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，能量的来源；第二，功率转换器；第三，后端的应用装置。那为什么需要功率转换器呢？因为前端列能单元所收集到的能量转换成的电压、电流等，并不一定直接符合后端装置的规格需求，所以我们需要功率转换器作为两者之间沟通的桥梁。根据后端装置的需求，功率转换器会产生出不同的电压与供给不同的电流，以维持后端装置正常的运作。下面这张图展示了 AC source 转换给后端装置能量的简易电路图。那列能跟 AC source 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从自然界当中收集到的能量大都是属于 AC 的形式，那收集到的能量又不一定符合后端装置的需求，所以 AC/DC Converter 的存在就显得相当的必要。看到这张简化过后的电路图， AC source 代表了列能单元所收集到的能量。简单的做法会经由一个全桥整流的电路，将能量储存在 C block 当中，电压则称为 V block。而为了要将这个电压转换成后端装置的规格，我们需要一个 AC/DC Converter 来将电压、电流做一个转换的动作。接下来讲到 AC/DC Converter 里面在低功率应用当中比较常见的架构 Flyback Converter。Flyback Converter 有以下几个特点：第一，轻巧的体积；第二，较高的效率；第三，较低的成本。那这张电路图呢，则简单的代表了 Flyback Converter 的基本架构。Vin 的部分是代表了前面讲到 AC source 经过全桥整流后的电压，以下的讲解都用 Vin 来代称整流过后的能源。再来还有变压器 ，Ln 是它的等效磁化电感 ，S1 则是一次侧的功率开关元件 ，D1 是输出整流用的二极体。Cout 则是负责储存一次侧来的能量，供给负载的需求。来看到 Flyback Converter 之中关键的变压器，为大家简单的做个介绍。Vp 是一次侧线圈两端的跨压 ，Vs 则是二次侧线圈两端的跨压 ，Ip 与 Is 则是分别流经两端线圈的电流 ，Np 和 Ns 则是两端线圈的差数比。L 是线圈等效电感的公式，差数比 N 以外的部分是一些设计上的常数。电压之间的关系正比于线圈的差数比，但是电流的关系则是成反比。这部分要讲到的则是 Flyback Converter 一些基本的操作。这是一张简化过后的电路图，标示了几个关键重要的部分：能量来源的电流 In。磁化电感上的电流 I， 磁化电感的跨压 VL， 还有功率开关 S1， 输出二极体 Dout， 还有输出电容 Dout， 以及负载等效阻抗 RL。这张图是 Flyback Converter 充电阶段的简化图。此时，输入电流流经磁化电感对地进行充电。由于功率开关为开启状态，所以简易的以短路表示，在输出的部分，稳定输出电压的工作就由输出电容对负载负责。
这张则是 Flyback Converter 放电阶段的简化图。由于功率开关是关断的状态，因此以开路表示。此时，磁化电感会把能量传送到二次侧进行放电的动作。磁化电感上则会看到由二次侧反射回来的一个跨压 Vo 除以 N。二次侧则会有放电电流 I 除以 N 对输出负载与输出电容进行能量的补充。Flyback Converter 电流的导通一共分为两个模式，一种是连续导通模式，一种是不连续导通模式。那首先看到连续导通模式的波形示意图 ，IP 是一次侧充电时的电流 ，IS 是二次侧放电时的电流 ，IO 是负载的电流大小 ，V drain 则是功率开关的跨压。由于连续导通模式当中，磁化电感储存的能量不会完全的放光，所以充电电流的起始位置与放电电流的结束位置都不会为零。那这里看到不连续导通模式的波形图，不连续导通模式里，由于储存于磁化电感上的能量会被完全放置输出，所以电流的波形会近似于三角形，而不是连续导通模式当中的梯形。再来讲到 Flyback Converter 在设计上有哪一些常见的架构与控制方法。首先讲到整流的模式，一共分为两种，非同步与同步整流。在非同步整流里面呢，二极体被摆放在了输出的位置，在一次侧对磁化电感充电完成之后，二次侧会进行放电的动作，直到二极体两侧跨压小于其导通的电压为止。由于导通时间无法由控制器精准控制并且同步，所以称为非同步整流模式。那在同步整流里面呢，功率开关取代了二极体的部分，作为二次侧的电流导通路径上的元件，并且有着额外的 IC 在控制着二次侧功率开关的作动。在一次侧充电完成之后，二次侧功率开关较常见的是进行放电至能量完全传递给负载。在连续导通模式下，则可能根据需求设定开关的时机点，因此同步整流在设计上具有较高的主动性与功能设计的可能。这里则是讲到控制器的做法以及位置，一共分为一次侧稳压与二次侧稳压。这里先讲到一次侧稳压。顾名思义，就是靠位在一次侧的控制器对输出进行稳压的动作。输出资讯的来源呢，则会依靠在一次侧额外的变压器线圈来提供资讯。此种控制方式体积轻巧，但是输出电压的准确性相对不足，所以会用在有体积需求，但是电压准确度较不会严格要求的设计上面。接着讲到的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二次侧稳压，它的定义是有回授资讯从二次侧传回一次侧，组成的成员则有光耦合器负责传递资讯，还有 TI 的 TL431晶片与补偿网路。此种控制方式虽然要较多额外的外部元件，但是可以获得一个十分精确的输出电压，因此可以使用在对于输出规格较为计较的设计上。这里再来看到另外一种二次侧稳压的架构，它是把主要的控制器放在二次侧，并回传给一次侧同步整流的功率开关讯号。这种方法对于二次侧输出的观测更为精确，只是回传给一次侧的同步开关讯号，可能因为环境因素的影响，会有些微失真的状况发生。最后来讲一下 Flyback 里面可能会有的功率损失。功率损失主要共分为3个部分：切换损失、传导损失与静态损失。切换损失主要发生在功率开关切换时，对 Gate 端充放电与开启瞬间，在功率开关还有跨压时便有电流流经过的现象。传导损失则是在功率开关 turn on 时，电流消耗在功率开关的等效电阻上的能量。静态消耗则是在没有功率开关切换时，控制器所消耗的能量。最后则是来看到效率计算的公式部分。
定义是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，细部的分母项则是输出功率加上前述的所有功率损耗，还有一些杂散的损失 P-else。据此，在设计上可以根据不同的功率损耗来进行优化，以达到较高的运作效率。以上，谢谢。